欢迎收看《音乐吉他》第2季第1集。今天来到闪灵跟 Infernal Chaos 的吉他手小黑的工作室 ，Let's go。真的喜欢音乐的话，一定要全力去付出。欢迎收看《音乐吉他》，我是一元，今天是第2季的第1集，然后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访问到闪灵乐团的吉他手黑哥。耶 ，Hello， 等了好久了，超期待。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黑哥表演的时候，不是在闪灵的表演，是在灭火器的表演。啊！你第一次看到我是在灭火器？对，弹海上的人，在冷沃弹海上的人。是哦，那场我在台下，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灭火器。啊，真的？对，所以哇，那次印象超深刻。对，因为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在学琴的时候，老师说，台湾有几个灭火团你可以练，但是闪灵的可以不用想，因为太难了，你练不起来。对，这件事印象一直很深刻。老师是谁？好，我们今天来到黑哥的黑屏录音室。那黑屏录音室它大概成立多久？我们这边好像6、7年了吧？6、7年。对，好像这边主要都是在录，其实基本上都是台湾的乐团居多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会接一些配乐、编曲什么的。对，就是都在这个地方。都在这个地方。然后除非是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想回家，就把东西拿回家做。对 ，OK，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介绍你的器材。好啊，我们今天从吉他开始。对，从这把好了。这其实是我第一把寄来的签名琴。对 ，ESP 的这把是最简单的啦，就是全黑。我的签名琴都是一个拾音器而已。然后这个本来是应该是用 Samuel Duncan Blackout。然后我觉得他出力也太大。哦，出力太大。对，然后后来找了一阵子，然后去吉他网啊，然后问他们，然后阿涵就跟我说，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就是那个 Langren 啊。对，然后这个后来就全部都换 Langren， 木头是 Elder， 然后 Mahogany。哦，所以这是一体成型。一体成型。这把就现在就比较少，因为它问题有点多。对，因为长时间 abuse 它，然后它这个常常会有状况。这个因为我不太想弹它。因为他现在锈掉，手不想碰到它。我一直跟 ESP 讲说，赶快寄一个新的给我。他只寄了一个7弦的，就是我第2把的 Custom。对，这个才是比较常曝光的，这个是刚换的。然后这把就是黄军那个时候，几乎都是这一把。黄军，这把叫什么名字？卡塔纳。对，它其实都会标在这里。这2把都是卡塔纳。春正跟那个就是那只，其实这2只都比较轻，然后这2只比较不一样，是这个木头都变成是 Mahogany 跟 Maple Top。我就又回想到我以前在用 Explorer 的时候，对 Gibson Explorer， 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声音的感觉，虽然它比较难控制一点，因为你也知道 Mahogany 的那个中低频会很可怕，对，但是他们这次用的 Mahogany 是比较轻的，对，所以它调整起来不会像我用 Gibson 很难去卡掉它的特别的中低频。对，你之前用 Gibson 你也知道，对啊，那个其实很难掌控，对，尤其是在录音的时候，它就一直很突出，对啊，然后这个 Fret 就变成是 Stainless， 然后这边我都换成 Hip Shot， 这个都是没有摇杆的，对，都没有摇杆的，这把也是没有摇杆，对，这也没有，这是还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发售，就是只有这一把。然后这个是已经有出 standard 的 E2 的版本，然后卖的还不错，卖的不错我就开心了，就代表人喜欢。没有村镇，这边是写村镇。那时候我跟他讲说要腰刀村镇的时候，设计师问为什么要腰刀村镇，我跟他讲了很多，就因为我以前玩那个恶魔城月下狂想曲，有一把就叫腰刀村镇，它会吸血，我觉得很酷，所以我对音类才会用这种夜光的。对，这个是夜光的，对，你看哦。你看它有点绿色，有，就会变成以前在打电动那把绿色的刀一样，这有点中二了。好帅。对，这个木纹是我刚刚讲了很久，因为它本来就说没有这么大片。对，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等，我就是要这个纹路。对，因为它就是比较 classy 一点。对，真的很漂亮。对啊，所以这把也是一样。这个拾音器也是 Langren 这个也是荧光吗？对，这也是荧光。这把也是。然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颜色？因为我觉得在台上比较帅，衣服比较好搭。这个 neck 是 Maple neck 吗？
声音上你觉得就是跟其他的琴来说，这把的 attack 真的很强，就是很杀人，我觉得对，因为这把很轻，很轻，对，所以表演起来其实很舒服，对。那你弦是本用什么？12的1256，对，你会有手汗吗？还是不太会，通常会比较生锈都是借别人弹。好，接下来换这把琴。对，这把琴是我最近最常用的，因为没有表演嘛。所以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用这一把 Thrower。说实在的，这是我所有的琴里我最喜欢的一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的关系啦，然后或者是我最近听的音乐越来越广。对，然后我需要更多不一样的音色来做创作。对，所以它的 range 就大到一个我可以全都适用这样。除非是要再更 Fender-ish 一点的话，我才会去找一把 Fender 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你知道有那个 fret wrap 对不对？它绑在这边嘛。对。可是它后来出新，它直接卡在这里，所以它对它就很干净。尤其是在很大的 distortion 的时候，对，它不是就刷很大力的时候，这边的残响会一起被收进去，对，那就很堵然，对啊。然后但是因为 fret wrap 它会把一些高频消掉，对，那我就觉得那个 clarity 就不见了，所以后来这个出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对，它就是刚刚好，对。然后这边这个是，对，这个 chamber 很有趣，它其实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子而已，到这里一个小的口，对，然后它是为了让高音弦能够有特别的一个 reverb 感，还是很 snappy 的那种短的 decay， 很短，对，然后你就算你关掉，手感听不清楚，它其实会比较大声一点。会有一个小空心的感觉，对，小空心的感觉。所以你在弹这边的时候，其实高音弦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接下来介绍黑哥的效果器。好，给你问。对，黑哥平常都现场演出是用。现在就我演出的时候的 setting 通常都会换来换去。对，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现场尝试到一个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对，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对，因为你知道吉他手就是一直想要在现场尝试一些不一样的 setting。对。那现在呢，我就是最近比较常用就是 Boss 这台 GT1000，对，我本来是用 A8，然后最近想把它卖掉，我想要进行买新的器材，对，然后现在这台，我现在这边看荧幕这边都是单颗的，都是设定好的，都是设定好的，所以我的这个第一个钮就是 Channel Select， 对，那按下去以后，其实就会变成我常用的 Clean Tone， 就是效果都有，就有点像是单颗里面。然后有一个 MIDI control 这样，所以我踩这个的时候，我的 chorus 跟 reverb 都会开启这样子。那这样子对我来讲比较方便，我就不用一直换 patch， 然后让它的 DSP 运算有那个衰减或者是耗量。但是其实 GT1000不会啦。然后，但是我最常用的当然就还都是 distortion， 对，就是一般的节奏的痛这样。大概是这样，就干干的。对，那你有比如说哪一首歌的痛你觉得是很特别的？是 IC 的 ，IC 其实比较直觉一点，就是能够尽量以音箱本身呈现的为主。对，然后 solo 的话也是蛮简单，就是 delay 跟 reverb， 还有 compressor。对，最近很喜欢用 phaser 啦，就回到小时候喜欢那个 Van Halen 那个。这样子，对啊 ，solo 痛哦，对，很大声。很直觉吧，很直觉。其实我的声音不会太大的变化，对，我想，但是我的团都用不到，所以我自己在别的 patch 上面，这个 80s， 这个就是用那个 Thrower 的。对，痛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烈一点，对，然后空间感比较大，然后毛病比较多，好，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点，这我没有完全设定，这个是哪个是 Clean Blues， 这个是 Clean Blues，
就是平常在自己玩的时候都是这些痛，对，就是回到以前，对，手都。说像编曲上，你跟 Freddie 是怎么分配的？通常是他放假的时候，他就可能去宜兰啊，去冲绳啊，就花1-2个礼拜就把所有的弦乐架构都写好，然后丢给我，说小黑，我这个专辑架构写好了，换你了。结果我就要编所有吉他、鼓啊、贝斯啊这些。就是我加入 metal 的元素了，对，然后他是把台湾的那个旋律先做好，这样。哇，对，所以会慢慢的这样子的融合，会就越来越习惯嘛。我也知道他在干嘛，那我就知道说，哦，他想要出现这个，对，他想要出现那个，那他会，而且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我要在这边加一个你那种很帅的 riff， 我说，为什么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对。然后我有听到有些他吉他点用 MIDI 点。我觉得好难听，我这段可以删掉吗？他会先编一个，对，他会有一个想法，如果有吉他在 MIDI 里面的话，就是他想要这边做一个东西。对，我觉得他的想法可能是那样，他又讲不出来，所以他就用点一个很奇怪的词。对啊，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这样子的融合变成闪灵编曲慢慢成熟了。对啊，就是大家听的时候也不会说哇，那好复杂，就是先把那个复杂感拿掉。对，了解。录专辑其实也不太会用这些。solo 的时候会。solo 的时候会，因为我在 tracking 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amp， 我会把这个接这个 cable 的那个模式，因为我很喜欢它里面的效果，这2台都是。对。那我就会运用里面的效果，再搭配它的声音这样。然后最近的痛都是这个 KHDK 啦，其实这个是 Clean Boost， 这个是我之前跟他们代言，其实大家如果要买，可以跟我说。这个是我这2个是最常用的，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好彩的东西。这个是一般 Overdrive， 它这个很酷的原因在哪里？它的 bass 这一块，它不是只有 bass frequency， 它是 low gain。low gain 啊？对，它是低频的 gain。有些音箱它就踩下去以后，它就变得太饱。然后这个就可以进入一个很棒的调整，这个很重要。好酷哦！然后它的 circuit 其实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就跟别家都不一样。它有 number 1、number 2。对。Number 1就是 Overdrive， 这个就是 Clean Boost， 就是 Clean Boost。对，这个就是你知道头先 Abasi， 他有用这个，他说在这个从来不关。哦，真的哦，就是 all on 的。对 all on 的。然后最好玩的是这一颗。它也是出蛮多。这个 Fuzz 得蛮多奖的。Fuzz。对，它有一个 Scars， 它其实会有发出 deep 的声音。我通常用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 deep 调超大，就硬给它钉上去这样，然后发出很哇的那个声音，弹 solo 的时候非常好听。对。然后它这边这个 buffer 打开的话就比较清楚一点。对。然后你可以选择关掉，它变噪音。对，就是实用性很强。我觉得还蛮好玩。试一下这把。这把就是你听那个黄军啊，还有牧城武德店。都是这一支，对，都是这一支的。那痛已经不一样了啦，就是那时候录音的时候不是这个，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录的时候是我在台湾先录干的档，对，就是 DI track， 送到瑞典去，然后他用了 Mesa、Ukulele 还有 Angle 这3个合起来的声音，对，他们那个很特别，因为它地方大，对，所以它就是3组哦，它是这样排一个圈圈这样，然后总共9支麦，然后就这样 mix 起来这样子。很大工程，我看他的照片，我好帅啊！花多少时间？他就说1个礼拜，就光那个吉他，对，因为还有蛮多轨的，对，然后他就这样一直弄，他说你要看你的几轨。我们可以听听看这把的声音。这个其实跟刚刚的白色那一支是同样的 pitch， 对，其实这个痛是为了这支调，所以这个会比较框一点，对，然后这个处理，因为它有盖子，所以它处理比较小一点点。帅！接下来
介绍黑哥随身小物。随身小物，身为一个吉他手呢，当然这个就不能少了。对 ，Pick。这个其实我2个团啦，对，闪灵跟 IC 的。那其实我现在绝大部分就是带这个，已经太习惯了。这个就是去找一间加拿大的厂牌做的。哦，加拿大的。对，它这个真的很耐，就可以弹好几场都没关系啊，就材质不错。可是这种定做的会很贵吗？我们要订1000片，好像5万多吗？忘记了1000片，然后我们整个团用的。哦，那好像也还好，就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做真的很多，所以这样我这边还有2大袋了，很爽啊。这个就比较舍不得丢了，就是可能就是弹完以后就是丢上一片这样，或者是我那天在台上喝比较多，口袋里面的全部掏出来，一整把这样撒，这样就撒过去这样。OK， 然后对啊，这就是吉他手嘛，一定要有的。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好玩的啦，我每次出去表演的时候都会戴墨镜。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太骑车，对，然后做捷运什么的，就是有时候这样子比较放松嘛。那我就是一定会戴，尤其是去表演进会场的时候就一定会戴。就是有时候会怕，因为要开当人形立牌这件事，那没有不好，但是有时候就是还是会想要保有一点点自己的。小空间，因为那个表演前我觉得蛮重要的，对，或者是我跟我老婆一直在走路的时候，那个小空间很重要，了解，就是对我来讲也很重要。Pick 跟太阳眼镜，对，家里还有好多副。今天非常谢谢黑哥接受我们的访问。接下来 IC 跟闪灵有什么活动？11月火球季，闪灵会跟大家一起去玩。然后再来呢，就是 IC 终于要发布跟盛浩合作的那一首歌，米先生的盛浩，就是大概是10月中或10月底吧。10月底，对，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一下。盛浩真的唱得非常猛。闪灵这次火球季应该也是全套 C 吗？对，全套的。全套。对，希望可以表演得好。你也知道我们的大们2个都很忙。现在你们练团的频繁吗？还是不太频繁？都演出前才练。对，演出前的1-2个月吧。1-2个月。对，1-2个月，然后就尽量练到最好这样。对，了解。也是希望 Freddy 可以多来一下 ，Freddy 你要多来一点。好，今天非常谢谢黑哥，再次谢谢各位。Fucking trap like